有时候觉得这部动画片很没意思，长大后才知道是我高攀了。当事件目击者开始讲述某段历史时，他一定会站在某个角度进行叙述。我们就以著名的俄国大帝彼得一世为例吧。他在位时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更一手打造了俄国海军。但是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彼得一世的统治吧。他为了推行西方化，剃掉了传统俄国贵族引以为荣的长胡子。他还强迫俄国人穿欧洲服饰，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民族传统。彼得一世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暴君还是改革家？对他的评价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站在哪个角度看待这段历史。童年没看懂的剧情，没想到多年之后正中眉心。毕竟这些年可没少因为害周而吃亏。正如博士所说，不同目击者讲述同一段过往，内容往往大相径庭，立场决定了眼中的真相。所以长大的第一课就告诉我们，看待事情一定要戒掉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接纳世界的多元与复杂性。就拿哪吒二里的灵珠和魔丸来说吧，在我们的固有认知里，灵珠生来就是正义善良，而魔丸天生邪恶，这也是大部分人默认的标准答案。但这部动漫告诉我们，世间万物从来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敖丙的善良是刻在骨子里的天性，可他的纠结和无奈就是宿命带来的束缚。哪吒的调皮顽劣只是伪装，赤诚温柔才是他的本心。甚至还有大家都觉得阴险狡诈的申公豹，其实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坏人，他的偏执也不过是常年被人轻视之后满心不甘的挣扎罢了。如果单纯用好人与坏人去定义一个角色，真的就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其实这种非黑即白的评判方式，放眼当下的网络环境与日常生活中，那叫一个随处可见。就比如现在盛行的短视频时代，有很多事件被截取片段传播，刻意简化成对立的两方，引导网友快速站队。就像前段时间厦门女教师撑伞讨好领导事件，大部分人仅凭只言片语就下定结论，贴上师德败坏、谄媚的标签。可当事情的真相公之于众，官方也下场辟谣后，还是有人保持态度，不愿接纳新信息，肆意造谣。在我看来，这不正是二元思维带来的局限性吗？一旦认定所谓标准答案，就自动关闭了倾听与思考的大门。要不说人与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呢。因此苹果式密码教我们的是跳出固有框架，不要盲目跟风，始终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自己去学习验证，学会开放式的思考方式。然而这个问题其实博士也早就告诉过我们，树上有4根胡萝卜，吃了1根乃剩几根？地球是3根，在这个问题中提供的条件是明确的，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事先已知的，因此有唯一的正确答案。这种问题叫做封闭式问题。封闭式问题教给人们的是如何使用标准的逻辑工具以及刻苦钻研的精神，而开放式问题会激发人们的求知欲，发展批判性思维，最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性。动画里拿胡萝卜的算术题举例，条件明确，答案唯一，很明显就是典型的封闭式问题。这也是我们上学时候接触最多的题型，数学计算题、英语单选题、古诗文默写等等，得分标准固定，答对就是满分，答错便是0分。当年可没少因为这个掉头发。然而一旦面对灵活多变的社会难题，不坏菜了吗？老板说的你看着办到底是怎么办？都行又该如何呢？其实刚接触这类问题时，想必我们都是一样的迷茫，它甚至没有标准答案，所以就需要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发生的事情，才能在五花八门的生活难题里找到自己的最优答案。